我有一个客户是小白，他拿一个银锭给我换成400克的银手镯，你帮我看看，应该不会赔钱吧？我看你这个是10两的馒头锭，换成400克的手镯，肯定不会赔钱啊。好歹你这个是古董啊，来我看看啥样的。英雄所见略同，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感觉也不会赔钱。其实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。第一次接触这种评级盒子锭，首先啊，你一定要学会看真假，最起码你得学会输入它这个盒子上的编号，去官网对比细节。不过好在你这个馒头锭啊，一眼大开门，你看顶面带光，评级给分也挺高嘞 ，MS60+，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了。10两的康记商锭，用400克银手镯换的话，你这是大赚特赚。哎，我感觉也多少能赚点。因为凭借我开金店这么多年的经验啊，我知道啊，我这个客户就是啥都不懂。那用银锭去换银手镯，肯定这人啥都不懂。给你实话实说吧，一般家里边有银锭的，很少有人懂它的行情。你像过去90几年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拿这些东西出来加工银手镯，加上之前毁坏了也有很多，所以像这种银锭啊，存世量并不多。说实话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才敢用这400克银手镯换。但是啊，俺老公更细心，说这个银锭含银量低。其实恁老公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无论是银锭含银量多少，咱都可以肯定一点了呀，银锭不会毁坏，当旧银子去卖。何况像这种过去10两的商锭，对吧？含银量也并不低啊。你通过它的银色，你也可以看出来啊，含银量在998左右。你可说着了，我看着这颜色也可白，对吧？他说了，这个银锭也不是他家传的，是别人送给他玩的。你可说对了，一般拿这种银锭去乱换银手镯的呀，通常都不是自家家传的，毕竟不是自己家里边的东西，往往都不知道珍惜，不然这一次啊，也不会让你捡这个大漏。意思漏就行。刚才那个客户给我打电话了，咋说？还想从我手里要回来。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？那给你要的话，你还真得给他还回去了，因为这个10两的商锭啊，你看状态该这搁着了。首先从重量上来看啊，380.6克的重量，换走你400克的银子，这明面上是他赚了你20克的这个便宜，你加上400克银手镯，应该好几个吧？整整7个。7个的话，每一个手镯又多了一些工费在里边，但是你的成本也不高，能换回来一个10两的商锭，价值也是没法比了。因为这个10两的锭子啊，你按克，那你现在也得20-30一克了。商锭的贵贱主要是看它的状态。首先你看这顶面完全没任何毛病，顶面带光，包括它这蜂窝也是无可挑剔的。云南馒头锭啊，看着非常舒服，中间这个康记这个戳啊，应该打的不是太深，你看一侧深，另外一片浅，相当于是银元里边的弱打现象。好歹公模评级给的是 MS60+ 的分值，综合打分的话，我看还是不错的。我个人看价值的话，应该在1万以内的市场价。1万的话，那我这一次就赚大几千了。因为现在银子价钱虽然说贵点，我那7个手镯成本都在工费上，卖给你吧。你刚才不是说客户给你打电话要了吗？你这转手卖了，这也不太合适吧？我告诉他已经卖了。那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到嘴的肉不想吐出来了。你这样处理事情很容易引起纠纷，毕竟你这一下子赚走别人这么多钱，不合适。我建议你啊，可以把银锭还给客户，那7个手镯你该咋收费咋收费，正常收费不就行了吗？你这话说的太清楚了。如果这个银锭是假的，那我400克的银手镯全赔了。对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多少确实有一点道理。那你也算是冒着风险收别人的东西，确实不容易。具体该咋办？那你自己拿回去吧，跟那家人好好的商量着，你到时候你看着办吧。好，我回去商量一下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爸，我气得不得了！你看俺儿媳妇的嫁妆这是啥？看着飞不露出来。这能是黄金吗？这我拖着挺沉的，这估计得有半斤重。我看他的这个造型，这像过去的马蹄金。那儿媳妇没说这是搁哪来的吗？他说了，他说这是他家的宝贝，家传的宝贝，家传的。说是几百多年的黄金。这不又不顶吃又不顶喝的，你说要它干啥？怎么要它有啥用啊？你看你这话说了吧，它既然是古董，它就有古董的收藏价值。我刚才说啊，它这个形状有点像马蹄金，这拖着重量有半斤重，也比较符合马蹄金的重量。因为过去的马蹄金啊，黄金含量并不是4个9，
所以里边含了有少许的其他材质，这个颜色经过这么多年的氧化，就变得灰不露出，这很正常。你说起来，他这颜色了，我找俺朋友问价，他说黄金不纯，准备给我按300块一颗回收。你可拉倒吧，300块钱一颗，你现在上哪去买黄金啊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像马蹄金这种东西啊，它可不是随便，对吧？你看含金量来算的，因为它这个收藏价值远远高于金价。再说这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不要私自做出变现啊。哎呀，不卖不行了。我儿子上个月结婚，我借朋友10万块钱。要么把这个金块给俺朋友，要么再多给他几万块钱。那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，这是典型的坑你啊！那要么把马蹄金给他，要么多给他钱，你这没有第3种选择啊！马蹄金给他一颗，给你按300来算，这恐怕半斤多重，这还不够他的10万块钱的本钱嘛？不够也没关系，我朋友说了，剩下那2万块钱以后可以慢慢还。啥时候有钱啥时候还。不管你，我儿媳妇会体谅我的。我倒觉得把这个马蹄金还给那朋友，肯定你们的家庭矛盾要开战了。你想想，那儿媳妇的嫁妆是啥？这是他爸妈给他留了一份念想，你这不吭不哈的给他卖了，这算咋回事啊？我觉得我儿媳妇会理解我的，毕竟我拿10万块钱借那10万块钱也是为他准备结婚结的。再说这一个破东西，好歹也卖几万块钱呢。我倒觉得，这个不说你卖的价钱也就算了，说你卖的这几万块钱，本不该生气的也生气，因为你这账算的不清不楚，连现在的金价你都搞不懂。半斤重的黄金现在都得10几万了，即使马蹄金的黄金含金量不纯，你就按90%来算。这一疙瘩现在也能卖个10万冒头吧？我这说的是它的金价而已。现在咱们来说它的古董价值，马蹄金距今已经上2000年了，出土的那都是马蹄金啊，都是中空的形状。而你这是实心的，首先年限未知，但可以肯定一点的，含金量它是很高的黄金，因为比重和成色在这放着呢。加上你这个是那儿媳妇的嫁妆，我觉得无论它值多少钱，你都不能变现。即使你现在缺钱变现，我个人给你估的话，低于15万你就别出手了，这是我的估价。15万也行啊，那等我回去给我朋友最低要15万，这样就可以把欠账还上了。反正最低不能低于10万。我发现你这个意志力不够强大，我都给你估到15万的金价了，你这还是不能低于10万，你这是对那朋友要妥协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这当婆婆的有难处，你可以推心置腹的跟你儿媳妇讲一讲，到时候她同意，对吧？你再去变现，这不更好一点吗？我感觉绝对不能给他讲，给他讲了之后，他肯定不让我卖。卖了之后，他天天吵我，我都没关系。天天吵你，那你这有罪受了。我觉得这个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婆媳之间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。钱10万块钱也不多，你现在上哪上班，对吧？你也可以慢慢还，真没必要去变现那儿媳妇的嫁妆。尽量你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，不然的话，以后那婆媳关系处不好，你不是在家里天天受罪吗？是不是？没事啊，这点小事你就不用管了。我也没处理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